大家好，赵丽颖这次染红发，居然被无知群众们一致标题为女团风，跟着更加没有思想意识的网络机器人，个个都跟风复制了一把女团风的标题歪风。要知道，整个网络如果都没有知识的话，那么所有吃瓜群众都只会齐齐失足沟池了。申万我只能说，能够第一时间把红发跟女团风联想到一块的人，绝对是看那些城乡结合部土味女团搔首弄姿的故事看多了，所以把洗剪吹的一条龙辣眼睛概念给成功的固化了下来。可以说，这些人只要看到了王一博最新金九大片《陈梦乍醒》样子的时候，肯定只会傻傻的比出好耶的剪刀手出来，就跟着收工了。时尚这玩意，不懂的人仅仅闭上嘴，或许还能让人偶尔产生出凡尔赛的错觉的。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能说，赵丽颖的团队真的很渣，明明很有说法，很有玩法，很有硬核的9宫格图，居然被玩成了全网嘲笑的土味地摊。其实这些元素完美隐藏着满满的王一博的元素，居然堂堂14亿人口的全中国，居然没有一个娱乐明白人能够看得懂，智商在全中国只算中下的申万我只能完美的醉了。之前申万我深扒提及了8月热播剧的横评，于是乎随着爱奇艺官宣《苍兰诀》在网站的热度破万，冰与火的片方真的也不甘示弱了，居然也晒了出自己在优酷的热度破万。要说这好胜心真不是一般的强，今年暑期档竞争的确挺激烈的，虽然风头都被《苍兰诀》抢了去，但别的片方也不能干看着，于是也换着花样的营销自家。看过《冰与火》后，都被剧中真实的场景所震撼，缉毒警察的不易，毒贩的狠辣，贩毒的猖狂，吸毒的恐怖等剧情，让我们明白了一点，拍摄这部剧的意义跟价值有多大。王一博、陈晓的出演，老戏骨王劲松、刘奕君的加盟，专业团队的精心打造，可谓是强强联合，完成了这么一部烧脑又具有价值意义的作品。如果所有的国产剧都按照这个标准走，何愁没有观众呢？这部剧很多人说是王一博的转型代表作，剧中表现可圈可点，演技的提升，口碑的逆转，对他而言都是加分助力的。作为一部时代正剧题材的作品，并非引爆话题性讨论，不同于古偶剧能够引发年轻一代的娱乐讨论氛围，但是对于王一博而言却是意义非凡。作为顶级艺人，流量的加持跟热度话题度的关注，无疑让这部正剧引来大众的目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幕后的真正价值。试问，有多少人在看完这部剧后，被缉毒警察幕后家庭所心酸，被毒贩心狠手辣的手段所恐惧，对贩毒保护伞后利益的驱动所愤慨，还有那些吸毒出现幻觉自残人的悲哀。这部剧真的很敢拍，为贩毒提供保护伞，警局内部串通一气，戒毒所医生同时还是制毒人员，政协委员干着不见光的生意，妇女同妻等等，这些社会毒瘤问题都在剧中一一呈现，甚至现实比剧中更残酷。这部剧能够过审上映，实属不易，剧情已经影视化，考虑到太多社会化问题，从拍摄到剧本的更改，通过剧中人物喜剧化的方式隐晦表达，但是终究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所在。王一博能够出演缉毒警察陈宇这个角色，真的值了。他能够深刻体会到警察的不易，家人、朋友、同事都因为这份工作而蒙受太多的苦跟辛酸。吃瓜观众看着心疼的同时，也从内在思考缉毒警察的付出跟代价，不是一句致敬就可以说完的。它让我们审视如今的大环境，我们能够高枕无忧的生活，是有人在奉献，在付出，为我们保驾护航。所以一定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更要尊重为我们付出的幕后英雄们。不少人因为王一博的缘故而去看这部剧，去爱上了这部剧，同时之间却被这部剧带来的意义所震撼，受益匪浅。时代正剧带给我们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科普，而是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传递正确的三观。老干部王一博因为流量的助燃，能够参与到这种作品的创作，其中的价值意义更重要。他没有浪费自己的流量，让流量跟热度流向正确的地方，让流量高于流量。不得不说，娱乐圈需要这种艺人来参与作品创作，
树立良好的娱乐氛围，传递更多有正能量的价值，而不是在甜宠古偶这种无营养的剧中消耗大众。这部剧王一博能参与真的值了，不单纯是口碑演技的提升，更多的是价值意义上的表现。好作品赞一个，酷盖好样的，为他的选择点个赞。副导早前的一语道破真的声犹在耳，那就是王一博要破除他的乖，才能呈现出鲜活的角色。其实《冰与火》作为空降兵播出至今，网友讨论度对比古偶仙侠的确并不是很高，热搜也的确卡在了中间，主要热度都是靠陈晓和王一博两位主演的粉丝在撑。而播出至今最出圈的一次，应该就要数投资人怒对粉丝的那一次了。其实这部剧之前一直没过审，首先因为这是警匪剧，题材比较敏感，广电审核比较严。其次，这部剧是双男主剧，现在上面已经明确禁止单改，所以势必在这方面也要严查一些。现在能过审上线，确实就像投资人说的，能稳稳当当播完，主演别出什么丑闻就可以了。作为悬疑剧，也没必要播那么快，一共才32集，如果一天播2集，半个月也就播完了，热度和口碑还没打开就结束了，对平台那边也不太合适。一天播1集，营造一点神秘感，吸引观众，完全合理的。现在摩托姐姐们的眼睛已经全部定在了王一博的5部电影作品了，其中3部即将定档上映，而且都选择了国庆档，这无疑是最矛盾和惨烈的，这不就是自己跟自己对标吗？众所周知，王一博如今的发展路线助攻大银幕，参与拍摄的作品都是主流题材的正剧，3部作品都是重点项目，能够拿下黄金档播出，可见作品质量是很有保障的。通过最近的一份国庆黄金档影片推荐中，我们发现了该名单中王一博的3部作品都出现了，《长空之王》、《无名》、《热烈》。看到后，旗袍粉丝们肯定都有点小激动，没想到会这么快定档。其中《长空之王》、《热烈》都是在今年刚拍摄完成的，按理说最快上映的话，也不应该是在国庆期间，毕竟刚拍摄完成没有半年，后期制作也需要时间。如果定档在国庆，确实有点意想不到。同时，更让摩托担忧的是，3部作品真的扎堆来袭的话，那真是有点火力全开了。对于喜欢王一博的人而言，那必然是开心的。但是引来的问题就是一次性就让我们把所有的作品看完了，库存就不多了。更重要的是，3部作品3种类型不一样的角色，势必会引来大众的讨论。毕竟王一博初登大银幕，各种的点评声自然不会少，围绕他的表现必然是最大的关注点。这对于王一博而言，相比热度是史无前例的高，同时褒贬不一的声音也会此起彼伏。总的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仔细想来，唯一可靠的还是无名能够有个好的排片。长空之王如果加入到黄金档的争夺，真的让正在缩小中的票房的蛋糕更加不够分了。2个角色全然不同，一个亦正亦邪，很有个人特色，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王一博。这个角色在制片人于东的评价中说，希望会成为王一博演艺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角色。可见王一博的表现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毕竟这部作品中云集了众多的影后、影帝等前辈，放出的预告片中黑色幽默的风格很有看点。其中无名的这次阵容，影帝影后配偶像顶流的配置，这个是最佳的卖点，号召力比较强劲。如果在国庆档上映的话，势必会有个超不错的票房成绩。再看一下《热烈》，这部作品也显示在国庆档上映，不过就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毕竟在8月份才刚结束拍摄，这么快上映的可能性不大，后期制作还没有完成，上映太仓促了。或许这种仓促就是大鹏想要的，也未可知。正如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一路提及和铁口的娱乐圈很会混吃混喝的大鹏，机心重重，为自己抢到个最亮眼、最拉风、最合适的彩头的话，他也肯定会不计代价的。要知道，新万我可是反反复复提醒无数回的了。2023年代电影市场只会更糟，所以呢，您懂的。王一博的《长空之王》如果定档在国庆的话，可能性也是有的，毕竟是讲述航空试飞员的题材，
又是国家重点项目，主流证据题材在当下市场是很有分量的。特别是Shin Wan我独家铁口提到的佩洛西效应，到时候依旧很有热度和卖点。如果没有更大的苦瓜爆裂的话，《长空之王》这部作品是王一博独挑大梁的一部作品，走的路线也是很低调的，全程4个多月的拍摄，没有半点的路透照释出，预告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15秒，一出场就很热血高燃，期待值的确拉满了不少。总之呢，无论是不是最可靠的消息，但是放出了这份名单后，我们纵观这次的黄金档着实激烈，同时也心酸一下王一博。如果3部作品同时上映，那真是自己对标自己，更是最大的看点了。魔幻的2022年真的是早上线、早安全、早发行、早回笼。对于努力了1年的电影人而言，早点撒网，早点收网，别等到冰河期到来的时候，连渔网也都收不回了。对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不？相比电影圈的人人自危，电视圈的巴士也是肉眼可见的。于是乎，王炸姐姐赵丽颖的时尚时光就开始绽放了。特别是最近这2天的时间，赵丽颖可算是迎来了时尚大爆发的大夏天了。而且一连曝光了2组时尚大片，并且风格迥然不同，为粉丝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而且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赵丽颖也是一改往日的气质局限，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舒展大气，面对镜头时表现力越来越出色。赵丽颖新大片美到上热搜，罕见染红发个性全开，海盗发带造型真绝，看懂的人都能读出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味道，看不懂的人只能在人云亦云的色彩中当个凑热闹的色盲了。除了赵丽颖气质变得越来越强之外，妆容跟发型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这2组曝光的大片中，赵丽颖就为我们展现了3种不同风格的发型妆容。最新曝光的这一组大片封面中，赵丽颖罕见的染了红发，鲜艳明亮的色彩，轻松营造出满满的个性感。而且红发所突出的潮流范儿也非常的明显，削弱了赵丽颖本人的甜美气质。妆容上也选择了明艳风格，眼妆与口红色号相呼应，使得赵丽颖的五官更加的立体。最后再配上个性的波点丝巾，对发型进一步修饰，形成了经典的海盗风格，个性感满满。除了张扬明艳的红色披肩发外，赵丽颖也是罕见走起了性感路线，选择的连衣裙，而且更加特意的采用了 V 领吊带设计，很好的展现了自己优越的性感身材，清凉的穿衣风格，配上前卫的发型妆容，让赵丽颖分分钟就美成了妮可基德曼的翻版。这种全网独家的解读，更多硬核，欢迎您自行回顾。难怪这一封大片预告一经曝光，就让赵丽颖登上了热搜。罕见的妮可风格，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当然了，被土味女团的审美观绑架的人们，依旧随大流的标识这种妮可风是土味风。没办法，黑粉们的有色眼镜一日不摘下来的话，他们的眼里，农村出身的赵丽颖永远都是土味的化身。除了最近曝光的红发之外，先前赵丽颖大片中的脏辫造型也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先知先觉的Shin Wan我早就第一时间深扒了Shin Wan专属的时尚视角，欢迎有兴趣的您自行回顾一下，核对一下。Shin Wan我感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Shin Wan我特别喜欢有心的您，把全网唯一原创的Shin Wan频道跟任何一家娱乐频道横评或者纵评，因为原创与否就是最好最强的信心计分器。虽然赵丽颖新大片中的脏辫造型，发色不如红发那么明艳抢眼，但是发型精致度明显要更胜一筹。因为赵丽颖的脸型非常小巧，并不适合厚重的齐刘海，所以就算需要一些发丝修饰，也没必要将额头全部遮掩住。这样不仅能通过大光明处理来展现发型的清爽与利落，同时也能够很好的展现赵丽颖脸型流畅的优点。为了更好的展现出个性，发型除了精致的编发之外，还特意配上了蓝色挑染，形成了半扎半披的样式，而且头顶部分还特地做了蓬松化的处理，轻松打造出头包脸效果。不同的发型风格对应的妆容也不一样，像上面提到的红发，就选择了相近色的橘色调妆面，这样能够让风格更显统一。同样的理念，
既然脏辫造型中加入了蓝色挑染，自然在妆面中也会体现蓝色元素。化妆师就特意用浅蓝色与眼影进行融合，勾勒出的抽象线条，轻松打造出未来科幻的感觉。而且整个妆面非常的清透。小太妹赵丽颖脸上那根根分明的睫毛，配上奶茶色的口红，可以很好的弱化赵丽颖脏辫带来的夸张感，从而使得整个人的气质更加清冷。第一眼立马减龄5岁，跟着第二眼再减去5岁。如果说张扬的红发是带有明显的妮可风，个性的脏辫发型突出科幻感，那么赵丽颖的这一款黑色妩媚波浪卷发则更适合她身上的轻熟女气质，放弃了很多不必要的潮流元素，回归本真，让黑发来突出气质的成熟，略显蓬松的波浪弧度也能够进一步对脸型进行修饰，配上清透淡雅的妆容，整个人的优雅感顿时展露无遗。总之，赵丽颖罕见染红发的操作，第一眼的确就让申万我看到了十足眼熟的妮可基德曼的影子。55岁、35岁，岁月真的可以逆生长。赵丽颖穿吊带，大秀性感身材，不仅让新的大片二次封神，更让懂的人眼睛大吃冰激凌了。当然了，不懂的人大有人在，甚至90%的吃瓜客其实都不在乎自己懂不懂，只在乎别人说没说。赵丽颖在 iDest Magazine 的最新封面被放出来之后，这次赵丽颖的妮可风红发造型也迅速登上热搜，大胆突破自己，引起土味的海量热议。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有不少人半辈子都是看着乡村洗剪吹长大的，所以土味的概念也算根深蒂固了。再加上拙口笨舌的赵丽颖团队的旁白解释，让土味的画面成为了所有吃瓜客的精神食粮。当然了，也有一小部分人强烈表示红发造型实在太土了，因此更喜欢丽颖温婉如故、百看不厌的黑发造型。这一点，申万我也是苦口婆心讲到不想再讲了。如果您感兴趣，不妨自行回顾一下本频道对时尚的深刻理解。万年不变的美，其实时尚曲线和市场曲线注定都是向下的，不会突然向上。虽然以前赵丽颖的造型总有让人吐槽的地方，但是当时国内对于时尚能有非常深理解的人本身就少，现在依旧。杂志官方也聪明给出了购买链接，这种杂志出来，一般粉丝都会为了自家艺人买杂志冲一冲销量，但当打开链接发现150元一本的时候，有粉丝也发出150一本吗的感叹。可见任何时候就有网友鸡蛋里面挑骨头了，表示杂志要151本，赵丽颖捞金简直就是无底线了。其实赵丽颖只不过就是拍了个杂志封面，她也不是杂志的老板，定价权她说了不算的。况且这本杂志属于季刊，差不多要3个月才发行一次，原本定价就高，150的价格相比于之前已经是低价了。特别是网上有卖这本杂志二手版的，要价都在300以上。反正要黑赵丽颖正反的素材俯首皆是。当然了，时尚这方面一直都是赵丽颖被人诟病的软肋，也是她特别在意的点，因此在这方面有机会的话，她都会抓住的，哪怕是免费拍，都是想提升自己在网友心中的时尚感。问题是看不看得懂真的是个大学问，而且会不会解释同样是需要触觉和智商的。很明显，赵丽颖的团队在诠释时尚这方面基本0分。8月26日，赵丽颖最新一组时尚写真大片引来不少网友的热议。这次赵丽颖一改往日可爱甜美的风格，千禧风的造型完全颠覆以往的形象。不过虽然这次的造型有了很大突破，红发、脏辫、挑染公主切和以往那个甜美赵丽颖完全判若两人，这种心灵的突破需要年轮的加持。很明显，赵丽颖已经预备好了，然而呢，她的团队反而没有预备好。对于这次颠覆以往的造型，很明显外界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网友大赞女神时尚感加强，表现力惊人，解锁了多面时尚的魅力。不过也有网友吐槽这造型不好看，还直言赵丽颖就是土力。时隔多年，时尚感完全没进步，不论是造型还是衣服，这时尚感完全看不懂。重点来了，作为赵丽颖唯一的宣传口径，赵丽颖工作室活脱脱活得像个局外人似的。很明显，这次吃瓜看瓜，舆论鼓噪之中，很多人都不反对女神多尝试一些新造型，但很明显，
不少人还是认为这次所谓的千禧风格似乎并不适合一向甜美乖巧可人的赵丽颖，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直呼造型和人各不相干，除了脸还是很甜美之外，发型和衣服都看起来很奇怪，完全 get 不到美感。尤其是红发造型，吃瓜吃昏头的瓜客们大呼完全梦回10年前的杀马特非主流时期。跟着呢，有若干网友表示，因为发色饱和度偏高，再加上赵丽颖摆 pose 也很拘谨，完全没有灵气小妞的感觉。说白了，这些人也说的没错，在没有人帮忙解画和道出作者创意和当事人心声的情况下，各种的想象力都是基于不同理解和视角的，这感觉就跟盲人摸象一模一样。你摸到了鼻子，当然说大象就是鼻子；你摸到了尾巴，当然就说大象就是尾巴。这个超级经典的老祖宗的比喻，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相信端坐在屏幕面前，而且同样聪明的您，也肯定明白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身外我的这个说法的。对于外界争议不断，赵丽颖也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最新视频，似乎也是在回应外界的吐槽声音，还配文表示随便滑滑，别管我了。视频中跳起了不熟练的滑水舞蹈，背景也是很千禧风的感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第一眼都没认出来，还以为是个假号。对比早前同样是红发造型的周迅，看上去就很灵动可爱，但赵丽颖这次的造型就被有心网友们拿出来横看竖看，横挑竖挑，总之是吐槽满屏的违和感，说赵丽颖的脸和气质都和这次的造型看上去很不搭。还有网友指出，赵丽颖在影视剧中的演技都很成熟了，还有不少经典角色，怎么一拍大片就放不开，总有种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的感觉，这也是这次新写真大片引来热议的原因。说到这，您感觉赵丽颖的团队跑哪去了呢？毕竟赵丽颖的气质的确比较正经，眼神也很坚毅，很难 hold 得住这种小太妹的辣妹风格，所以看惯洗剪吹的眼神，肯定感觉这次的造型不适合赵丽颖。红发造型如果驾驭不好，也很容易变得土气，再加上感觉放不开的赵丽颖，是不是显得更不适合了呢？甚至有些萤火虫粉丝都直言说，这造型好像10几年前韩国女团爱豆的形象。而同样走复古风，和赵丽颖这次妆造相似度很高的周迅，看起来就很不一样。有网友也表示，她的姿势也是这次造型翻车的原因。总之，乱七八糟的观感都是宣传的缺位、文字的贫乏造成的。说实在的，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身外我，真的非常奇怪赵丽颖团队的缺失。原本赵丽颖工作室放出来的9宫格照片，张张都走心，特别是其中一张深得我心，因为王一博的元素简直不能太多，简直呼之欲出了。或许正是这个满满的元素，让整个赵丽颖的团队都三缄其口，所以让乱七八糟的土味评论横扫了整个网络。例如，有些明显不懂装懂的人直呼卡大头照还可以，但全身照来看，赵丽颖这次的写真大片确实有点虐啊，辣妹酷酷的风格没有显示出来，衣服和 pose 看起来都酷得不够彻底，气质也不够痞，所以黑粉们这次也是特别的快乐，一致吐槽赵丽颖的新写真土丽名不虚传。说到这，团队，重要的事情说3遍。除此之外，身外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到这，只能说那些只把眼睛放在了周迅身上的人，头顶上一定只有那圆圆的、直径1、2米的一片天空。至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身外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么怀疑的朋友们可以自行回顾一下身外我刚刚聊到的妮可基德曼的硬核深扒。对于身外我而言，一个人的视野被他的视角掌控，不愿意爬山的话，只能在山脚脑补那些遥不可及的海天辽阔和云蒸霞蔚。当土味的视角看到赵丽颖 new look 的时候，自然的也绝对体会不到年轻10岁的朝气、阳光、反叛和热血。因此，身外我特别喜欢赵丽颖工作室9宫格中间的那张全景墨镜，附身摩托的妖媚造型。这身造型甚至有点玩脱了摩托的硬朗、酒红的迷离、刺眼的闪片、半挂的墨镜
曼妙的身段，特别是那欲语还休、少少出镜，偏偏又意有所指的摩托，这一切都是25岁的十足完美。这张照片印刷出来，随便丢给任何完全不认识赵丽颖的路人，心外我都毫不怀疑，18到25岁区间的年龄猜测声肯定会不绝于耳。容颜的回春需要自信的表达，赵丽颖无疑做到了。她的鬼聪明就是放在了这个9宫格的中间，这份小聪明，您 get 到了吗？说到这，身外我必须批评一句，赵丽颖工作室招来海量风雨的苍白旁白，居然就是满目绚烂，尽显光彩缤纷，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无关表达呢？这种土味十足的旁白解释，明晃晃坐实了赵丽颖土味的招黑。人没有文化不可怕，可怕的是代表着赵丽颖的你，站在亿万流量闪光灯下的时候，却大大方方地说出了赵丽颖满目绚烂、光彩缤纷的低级造句和乡村土话出来了。于是乎，大 boss 赵丽颖所有走心的造型和苦心的默契，都被这些匮乏至极的粗糙语言和土味烟尘给完美淹没了。9宫格当中相当抢眼的王一博元素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团队，重要的事情说3遍。念旧的赵丽颖还是走不出善良与长情交织的初心。